每年到了農曆7月，台灣人的生活好像突然多了一套看不見的規則：晚上不要吹口哨，不要隨便拍別人的肩膀，不要晚上晾衣服，不要太晚回家，不要在水邊逗留，甚至有人說鬼月最好不要穿黑色衣服。這些話你是不是從小就聽過？可是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偏偏是這些事情？為什麼不能吹口哨？為什麼不能拍肩膀？為什麼連一雙筷子插進飯裡都會變成禁忌？難道古人真的相信只要做錯一個動作就可能把好兄弟招到身邊？還是這些流傳了幾百年的禁忌背後其實藏着另一套我們已經逐漸忘記的文化？今天就讓我們一起重新認識台灣人最熟悉也最神秘的一個月份——農曆7月，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鬼月。首先，鬼月其實不是一個單純的鬼故事。台灣的農曆7月習俗是經過很長時間慢慢融合了傳統祭祖、道教中元、佛教盂蘭盆以及民間信仰之後才形成今天的樣子。而農曆7月15更是整個鬼月非常重要的一天，在道教裡它叫做中元節。道教有所謂上元、中元、下元，而中元就在農曆7月15，與地官大帝、赦罪以及普渡等信仰有關。可是有意思的是，同樣是農曆7月15，在佛教裡又有另一個重要的故事，那就是盂蘭盆。故事的主角是佛陀弟子目犍連。目犍連以神通著稱，有一天他看到自己的母親死後墮入惡鬼道，正在承受飢餓的痛苦。他想用自己的力量救母親，卻發現即使擁有神通也無法單獨解決這件事情。最後他向佛陀求助，佛陀教導他透過供養僧眾、修福與回向，幫助母親脫離苦難。這個故事後來成為盂蘭盆文化的重要來源。你會發現，這個故事真正談的其實不是鬼，而是救度、報恩以及對父母的孝心。而當佛教、道教與民間信仰慢慢融合之後，就形成了我們今天熟悉的中元普渡。這時候，另一個熟悉的稱呼也出現了——好兄弟。為什麼不直接叫鬼？因為在台灣民間信仰裡，普渡的對象除了祖先，也包括沒有後代祭祀、無人奉祀的孤魂，所以人們準備食物與貢品，希望讓這些亡魂也能得到祭祀。因此，普渡不只是怕鬼，它還代表一個很古老的觀念：有人記得的要祭拜，沒有人記得的也不要被遺忘。於是，農曆7月慢慢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文化。而接下來就是大家最感興趣的鬼月禁忌。第一個，為什麼晚上不能吹口哨？民間傳說認為，夜晚吹口哨可能會吸引好兄弟靠近，所以很多長輩從小就會提醒，晚上不要亂吹口哨。但換一個角度想，古代没有現在明亮的路燈，晚上到處一片漆黑，一個人深夜跑到戶外，本來就存在危險。所以這個禁忌究竟純粹是鬼神信仰，還是也包含古人對夜間活動的提醒？現在已經很難找到唯一答案。第二個，為什麼不能隨便拍肩膀？民間傳說，人的身上有3把火，一把在頭頂，另外2把就在左右肩膀。這些火被認為象徵人的陽氣，因此，如果有人突然從背後拍你的肩膀，就有人擔心可能影響身上的火。尤其到了鬼月，這種忌諱更加流行。但要注意，3把火屬於民間信仰，並不是科學證實的人體構造。第三個，為什麼晚上不能晾衣服？有人說，濕衣服容易吸引好兄弟，也有人認為，掛在外面的衣服可能被看不見的東西穿走，聽起來很可怕。可是回到古代，夜晚沒有現代照明，衣服放在戶外容易受潮，也不容易注意到天氣變化，所以這個禁忌究竟來自鬼神信仰，還是生活經驗？也許兩者都有。第四個，為什麼筷子不能插在飯裡？這個禁忌其實不只和鬼月有關，因為筷子直直插在飯裡，很像祭祀亡者時使用的香，所以在傳統文化中，
這種擺法容易讓人聯想到祭祀，也因此平常吃飯時就形成了忌諱。你以为只是鬼月不能做，其實背後還有祭祀文化。第五個，為什麼鬼月最好不要去水邊？這是很多台灣人從小聽到的禁忌。民間傳說水域可能有水鬼，會找人當替身，所以長輩總會提醒鬼月不要玩水。但從今天的安全角度來看，就算完全不談鬼神，夜間前往陌生水域本來就具有風險，所以一個古老的水鬼故事也可能成為提醒下一代遠離危險的一種方式。第六個，鬼月真的不能穿黑色嗎？這個答案可能讓很多人意外。民間確實流傳黑色容易招陰的說法，但這並不是科學證實的禁忌，也不是所有傳統信仰都一致如此認定。所以鬼月穿黑色並不代表一定會發生什麼，如果心裡有所顧忌，穿自己覺得安心的衣服就好。除了這些，還有很多流傳已久的說法，例如不要隨便撿地上的錢，不要在晚上叫別人的全名，不要太晚回家，不要隨便搬動路邊的祭品，不要在深夜前往偏僻陰暗的地方。甚至有人認為鬼月最好不要結婚、搬家或買房。但這些說法並不是所有地區、所有家庭都完全一樣，因為民間信仰本來就會隨着地區、家族與時代而改變。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鬼月禁忌，並不是一本全台灣統一的規則，它更像是一代又一代的人把自己的信仰、恐懼、經驗與生活智慧慢慢累積下來形成的文化。而這也讓我們重新思考，鬼月到底是在教我們怕鬼，還是在提醒我們敬畏？也許答案是兩者都有。古人相信看不見的世界，但同時他們也透過這些禁忌提醒人們，晚上不要亂跑，不要靠近危險的水域，不要打擾祭祀，不要對亡者不敬，更不要忘記祖先。到了今天，我們不一定需要完全用古人的方式相信這些事情，但我們可以選擇理解他們，因為鬼月真正珍貴的地方可能從來都不是鬼，而是記得祖先，記得已經離開的親人，也記得那些沒有家人祭祀的孤魂。所以下次當有人告訴你鬼月這個不能做，那個也不能做，先別急着害怕，不妨反過來問一句：為什麼？為什麼不能吹口哨？為什麼不能拍肩膀？為什麼不能晚上晾衣服？為什麼不能去水邊？為什麼筷子不能插進飯裡？當你開始追問為什麼，你會發現那些看似神秘，甚至有些恐怖的禁忌背後其實藏着信仰、生活、死亡與人情的故事。也許這就是鬼月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它不只是告訴我們鬼來了，所以你要害怕，而是在提醒活着的人要記得祖先，要尊重生命，要敬畏未知，也要珍惜眼前的人。所以鬼月真正留下来的可能不是恐懼，而是一種不要忘記的文化。下次再聽到那些流傳已久的鬼月禁忌時，先別急着問真的有鬼嗎？不妨問問這個禁忌為什麼能流傳到今天？也許答案就藏在我們已經走過的幾百年歷史裡。